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。小鱼儿经常给大家说 GPT AI 工具是万能的，我们学会了用 AI 工具，那么我们做视频就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轻松。只要我们掌握了用 AI 工具的一些方法和技巧，哪怕我们是新手也能快速的上手。每次呢我都在跟大家讲这个 GPT 非常的好用啊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用。如果说我们的很多新手朋友们还不太会使用 GPT 的话，那么今天小鱼儿就给大家分享5个使用 GPT 的一个小技巧，哪怕你是新手小白，你都可以变成专家。我们的新手朋友们一定要搬好小板凳，认真的听小鱼儿把这期视频讲完。到这里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点右下角的订阅关注小鱼儿。首先说到这个 GPT， 如果我们的新手朋友们还没有注册登录的话，首先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 GPT， 先要用我们的邮箱或者 email 先登录一下，这样我们才能使用 GPT。 相信我今天讲的这5个实用的小技巧对你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首先我们来到这个 GPT 的这个页面啊，我这边是用电脑给大家演示的，这是一个ChatGPT 的一个首页，这里显示了是 GPT-3.5 啊，这下面是一个聊天框，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聊天室啊，我以前的一些聊天室啊，有聊过天的这边都有啊，这每一个聊天室都有一个名字，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点这个，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聊天室，这个聊天室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命名呢？点这里左上角这里有3个点啊，第一分享，第2改名，第3删除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没用，可以直接点删除，那么你觉得以后还用得着，就把它改一个名字啊，这样方便我们查找。在这个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升级啊 GPT 升级，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去使用这个 GPT-4 啊，它的功能更加的全面，用起来的话会更加的顺畅啊，每个月呢也是20美刀。那么我们用的 3.5 的呢是免费版本的。这下面这一个呢是一个设置啊，这里面一个登录一个设置，这边简单的给大家讲了 GPT 的一个框架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分享我们的5个实用小技巧。这每一个技巧对我们新手朋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。首先第一个实用小技巧，那么就是给我们的 ChatGPT 设定身份。这个呢在往期的视频小鱼儿经常有讲，我们不管你让 GPT 做什么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给它设定一个身份。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设定身份呢？ GPT 它是一个大的模型，如果说你不给它设定身份，你就随便的问它啊，你就问他什么，那么他的回答会很笼统，不会言简意赅，回答可能是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一些话，对我们来说帮助也不是很大，而且很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当我们给他设定了身份之后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他就会针对性的回答我们，站在专业的角度来回答，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帮助会更多更大，也同时也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，你不会去听一些废话，不会去听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占用你的时间，而且你最后还没有得到什么答案。那我这边举例说明一下，我就问他怎样增强抵抗力啊，我这边其实是手机上面问的啊，这边是电脑显示有一点不是很好像不是很准。我是问他怎样增强抵抗力，他就告诉我增强抵抗力的方法，良好的习惯，充足的睡眠，习惯的锻炼，多吃维生素 C 啊，如水果、蔬菜、全谷类和营养啊，就这样给我回答。大家觉得帮助大吗？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我就给他一个身份，假如你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，如何增强免疫力，给出你的专业回答啊，我们可以看看明显的回答就不一样了。作为专业的营养师，我建议采取以下几种增强抵抗力的方法。第一，看均衡饮食；第2，增强膳食纤维；第3，保持适量的蛋白质摄入啊；第4，什么质疑；第5，充足的水分。给我们说的很细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有帮助了。我们按照这个去做的话，真的可以增强抵抗力的。我们再看下一个，我问他如何理财，如何合理的理财，他告诉我啊，理财风险涉及多个方面，首先要明确目标，考虑计划，制定预算，合理规划开支，确保合理投资
根据承受能力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，善识投资组合有利于降低风险，定期审查并调查你的财务计划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什么用都没有，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一丁点的帮助啊！说了半天就相当于说了个废话，为什么呢？他回答的太笼统了啊。那么下面我就说，假设你是一位专业的理财顾问，给出一个合理的理财方案，他就说，首先明确财务目标，包括短期和长期的目标，制定详细的预算，确保支出在可控范围内。其次是建立紧急储备基金，相当于3至6个月的生活费用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在这里就说的就比较细一点了。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。我说我想学英语怎么办？他回答，学英语可以通过听说读写等多方面练习。你可以看英语电影，听英语音乐，每天保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练习。此外，使用语言学习应用程序和参加语言交流活动也是不错的方式。坚持练习是提高英语水平的关键。回答这么多，他说这些我都知道啊，他说这些我都知道，我还问他个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完全对我没有帮助啊！我下面又设定身份了，你是一个专业的成人英语培训老师，我零基础学英语该怎么办？他就说了，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，每天坚持一定的学习时间。其次，利用多种资源、教材、在线课程、语言学习，定期练习听力和口语，可以通过听英语、新闻、音乐、电影、阅读，参加语言交流会啊。最后一个，保持耐心。你下面这个回答就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就专业多了。再或者说是这里我想去旅游，不知道去哪，可以考虑你对什么样的旅游感兴趣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一点用没有。假设你是一名专业的国际导游，我想去旅游，不知道去哪，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啊？作为导游怎么样？我建议你兴趣爱好，根据你喜欢自然风光，就给我回答了哦。我觉得这些还是有一点的帮助哈。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根据你的需求去给他设定一个身份，那么他的回答呢是针对性的回答，对你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。这就是第一个啊，给 ChatGPT 设定一个身份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小技巧，让 ChatGPT 不要做什么。我们平时可能问的最多的都是让他干什么，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不要让他干什么呢？就像刚才一样的，看这里说了半天啊，看这里说了半天的废话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看明白？我们需要让 GPT 不要做什么呢？当你想让 GPT 不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选择最新出来的这一个自定义短语，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输入你的要求，看一下你希望 GPT 了解你的哪些信息，以便提供更好的回复。这边我说了啊，我是一名知识分享博主，不喜欢一些不清不楚的回复，也不喜欢太啰嗦，回答不到重点。那么这上面呢是我们提出的问题，这下面你希望 GPT 如何回应啊？这个时候我就说，我需要你回答问题直截了当，言简意赅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摘要，我发送内容没有叫你回答，你可以先学习。大家发现没有， GPT 也好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同类型的一些 AI 工具，你随便给他发点什么，他就给你下面就开始摘要了。我们都还没有向他提出问题，你就发一点内容进去，他就开始摘要啊。这个我觉得是AI 工具的一个通病啊。我这里就说了不要摘要，我就把我的要求就写到这个里面了啊。这边就点击这个节省就 OK 了。而且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？就是说在你平时在问 GPT 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注意啊。你比如说我在这里我说我想去韩国旅游5天，请帮我安排一个详细的计划。我不喜欢太闹的地方，也不喜欢吃辣白菜。安排计划的时候，这些地方要排除啊。我们就是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不想让他做什么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要求提出来。那么这个时候 GPT 的话，它会根据我们的要求尽量来满足我们啊，我们也能这样，我们也很省心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我不喜欢吃辣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去这个地方，他给我安排的都是吃辣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很麻烦啊？
我们把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就尽早的把它说出来，这样呢我们也能得到一些满意的答案啊，也可以节约我们大量的一些时间。这个就是第2点啊，自定义输入你的要求，你不要什么。那么我们的第3个使用小技巧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求 GPT 格式化输出。很多时候 GPT 它是万能的啊，你不要总认为它只会聊天，它不仅会聊天，它还可以干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。可能我们很多新手朋友还不知道。今天这个视频已经看到这儿了，记得关注订阅一下小鱼儿，点击右下角。那么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我们的新手朋友们一定要点击右下角订阅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堂啊，小鱼儿就随时都在给大家分享一些新手的一些教程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我们第3个使用小技巧就是要求格式化输出，这样可以让我们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，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工作效率。本身有一些东西它是需要表格输出的，我们就让它以表格的形式输出。我们是需要一些什么文档的话，需要用一些序列号来表示，那么就让它用序列号来表示啊。有的地方需要加粗，那么就让它加粗。有的重要的部分需要重点标出来，那我们就让它重点给我们标出来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把 GPT 用到，让它发挥一个它更大的一个作用。比如说在这里我说我需要一份考勤表，请你帮我制定一份表格形式的考勤表。大家都见过哈，上过班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考勤表它就是一个表，对不对啊？肯定是需要一个表格的形式啊。它这里就这个表格是非常简单啊，因为我这边是举例子啊，就不是那么的去让它设定表格的有些什么内容啊，展示一下。这儿就是一个表格的形式。我说我需要写一份信函，请你帮我提供一个例子啊。这里就看一下信函啊，这是一个信函的格式啊，尊敬的什么什么啊，这一个信函啊。如果说我们很多人当你没有写过信函的，可能你都还不知道信函是应该怎么样的写。那么我需要整理一份商业计划书，请按序列号排序输出啊。这里一个商业的大纲出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这出来了。我这里让他帮我整理并排序啊，这里他就帮我整理，看一下重点部分啊，他这里是使用的一个括号来说明重点部分啊，帮我用1、2、3、4序列号给排列出来了。我本身这一份文档呢是非常混乱的，这连段落都没有分，非常的混乱。我说让他帮我排序啊，他就1、2、3、4，这样是不是看起来一目了然？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。那这里呢，我说帮我写一份简历啊，简历看一下，这就是一份简历的格式。这一份简历的格式，如果说你要想写一个什么详细的简历，你知道内容的话，你直接发给他，那么他这样一份简历就直接就给你生成出来了。我们就是要懂得使用 ChatGPT 它的一些功能啊，它的一些技巧方法啊，我们学会了这些方法，我们真的可以节省很大的时间，很多的一个时间。使用 GPT 的第4个小技巧，那就是把我们的 GPT 当成一个记事本啊，让它来记录我们每天的一些重要的信息。很多朋友呢喜欢用本子啊，用笔记本啊，或者用手机来记录一些东西。用笔写，有的时候当你想起来什么一些灵感的时候你没有带笔，没有带本子，很尴尬。可能你晚上再去想的时候，完了，这个灵感忘记了，就很尴尬了。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，不是手机还有备忘录吗？对，确实啊，现在很多人喜欢用备忘录来记一些事情。这个备忘录呢，比起笔记本呢，它又更好一些，因为手机嘛，随时都揣在口袋里的啊，都是随身携带的。但是这个备忘录的一个弊端呢，它只能给你记录你的事情，它没法给你复盘总结。这个 GPT 就不一样了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记事本，可以让它每天来帮我们总结复盘我们工作内容，提高我们每天的一些做事情的一个效率。首先我们要该怎么样去用它来帮我们记录并复盘啊？这里呢，我给它
设定了一个身份啊，这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有需要的朋友这里可以截个图。请你扮演我的工作助理角色，我会向你传达我的想法、灵感、工作进展和计划。当你收到消息时，只需回复已收到即可，无需回复其他内容。当我发送请进行复盘的指令时，你就会根据我们的对话内容为我进行复盘。复盘应涵盖以下4个模块：第一，总结内容；第二，待办事项；第三，表现的出色方面；第四，需要改进事项的方面。那么这是我们输入的一个给它设定的一个角色以及我们的一个要求， GPT 就回复已收到。我觉得这点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方法真的很重要啊！我就把我今天一天要做的事情我就发给他了，之后我现在让他帮我复盘一下。那我这边就告诉他请进行复盘。这个 GPT 真的太牛了哈，我不得不夸一夸他啊！这个 GPT 真的是太强大了，简直比人的脑袋都好用了多少倍不知道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这里发了一个请进行复盘，他开始给我总结。在过去的交流中，我们讨论了学习新知识、制作视频、学习英语、学习 GPT 新知识、陪伴孩子和互动回复评论、观众等多个任务，这些任务涉及到工作的多个方面。然后第二个待办事项，学习新知识，看一下。第二，制作并编辑 GPT 知识。第三，学习英语。第四，录制上传视频。第五，陪伴孩子。第六，创造力、热情。第七，互动。第八，规划。第九，制定详细的计划。这是我的待办事项，我需要做的事情。表现好的地方，深入学习新知识，包括 AI 和 GPT 的相关内容。有计划的规划了各种任务，表现出对工作的组织性，积极投身家庭教育，关注孩子的学习你看这一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哈。然后需要改进的方面，对于录制和上传视频，需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剪辑和处理，以保证质量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一天要做这么多事情，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改进。他这么一提醒，我觉得突然一下确实是这样哈。有很多时候小鱼儿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视频拍摄出来了，剪辑的时候很匆忙，很潦草的剪辑了一下，说实话质量有时候确实不是很高，这个就是真的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哈。第二，在互动和回复评论方面，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系统性的方法，以便更好的维护社交媒体的互动。你看，以上是对工作和计划的复盘，有进一步的指示和调整请后面没打出来了。真的是 GPT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它，这个时候就感觉有点词穷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 GPT 的第4个实用小技巧，记录灵感，把它当成一个记事本。这个非常的棒非常的 good 朋友们一定要合理的把它利用起来。这儿呢，第5个实用小技巧是什么呢？当然也是非常关键的了哈。听到这里了，我们的新手朋友们记得点击右下角的订阅，关注一下小鱼儿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给小鱼儿一个赞。第5个实用小技巧就是要求 GPT 向什么样的人群解释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问题问完之后， GPT 给了我们一些回复，但是说实话我们是懵懂的，甚至说是完全是懵的，看不懂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的知识接触面它是不一样的，还有每个人的文化程度也不一样，而 GPT 回答的都是一个样子的哈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要求 GPT 向什么样的人群解释。比如说向小学生提问该怎么问，该怎么回答，向大学生提出问题又该怎么样去回答。那像我们一些新手小白，我们在做视频，我们还是一个纯小白，我们该怎么样去让他回答？我们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士，那我们又该让他怎么样去回答？所以他回答的一个深度和词汇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说你没有要求他向什么样的人群去解释，那么他的回答都是一个模式，可能你就看不懂听不懂。所以当我们问 GPT 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理解不了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向一个年龄更小的人去解释，
这边呢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例子啊。我这边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。当一个 GPT 它向成年人回答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啊？我问他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，请你向成年人解释回答一下。他这里回答是：天空呈现蓝色是因为大气层中的气体太阳光的补偿。太阳发出的光和由各种颜色的光波组成的，但空气分子对短波长的对蓝光更容易发生补偿，使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天空呈现出蓝色。这种现象被称为雷利什么？那么我这里说，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？请你向5岁的孩子解释一下。这个时候他的回答就不一样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天空是蓝色的，因为太阳的光有很多颜色，但是蓝色的光波比较顽皮，它们和空气群体还时跳来跳去，所以看到我们的天空就是蓝色的啦，就像天空是一幅最大的蓝蓝的画一样。这个解释是不是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啊？我就第二个例子，为什么人类需要上厕所啊？请你向成年人解释一下。他这里就说了，上厕所是一种人体的自然排泄方式，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排出身体里的毒素，保持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健康，这也是维持身材机能正常运转的一部分。这个是向成年人解释的。我就说向5岁的孩子解释一下。这个真的不一样了哈。他怎么回答的呢？人类需要上厕所就像玩具需要充电一样，我们吃了食物，身体留下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，就像吃饼干后留下的饼干碎片一样。上厕所就是为了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从我们身体里取下来的东西，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和舒适。那么这个解释听起来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多了，就一下子就理解了？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为什么火会燃烧？请你向成年人解释一下。火燃烧是因为一种化学反应，需要3个要素：一、燃料，通常是可燃物体，如木头、碳、煤炭、油；燃烧氧气和足够的热量来引发反应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燃料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变化，释放出能量，形成火焰和热，这就被称为氧化还原反应，是火焰产生的基本原理。说实话，这个我都听得有一点不是很懂哈。我又让他向5岁的孩子解释一下。嗨，开头都不一样了哈。火会像小魔法一样，因为它需要3个特别的朋友，燃料就像是木头或者纸，空气中的一个叫氧气的东西，最后还需要一点点热，他们一起跳舞，一起来明星，就有了漂亮的南瓜，就像我们生日上的蜡烛一样哦。这个确实回答的很可爱啊。这下面还有啊，为什么石头会沉入水里？他的回答啊，为什么像5岁的孩子的回答是吗？石头是，想象一下，石头是小石头朋友，而水是什么云朵啊？小朋友解释，他都解释的真的是能让你完全听明白啊。他就把你当成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孩子，他跟你解释他的用的词语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，就是当我们在向 ChatGPT 提问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我们不懂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 GPT 再重新给我们解释一下。请你向一个5岁的孩子解释一下，回答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回答肯定是对你有帮助的，你也是能够理解的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可以降低我们的学习知识的一个难度啊，更可以提高我们的学习的一个效率。那么今天呢，小鱼儿就给大家分享了这5个使用 ChatGPT 的一个小技巧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更快的上手 GPT， 而且能够更快的让 GPT 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啊，最后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新手朋友快速的上手，快速的挣钱。希望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小鱼儿的话，记得订阅小鱼儿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你还对其他视频感兴趣啊，如果说你也想学习一些 AI 的一些知识，你可以看小鱼儿往期的一些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